爸妈死后留下了一对玉手环，一个上面雕刻着小黑蛇，一个雕刻着小土狗。妹妹眼疾手快，抢先夺走了小土狗兽环，把小黑蛇兽环留给了我。妹妹说小狗忠诚能招财，便发了疯似的给小土狗喂食，想靠它吐金币当上千金大小姐。然而妹妹花钱大手大脚，为了让小土狗吐更多的金币，拼了命的喂食，最后小狗撑得受不住，彻底没了动静。而我手里的小黑蛇靠吸别人财运反哺我，但我觉得不踏实，很少用它。最后我靠着自己的努力，一步步当上千亿总裁。没想到妹妹竟因嫉妒红了眼，狠心将我从高处推了下去。要不是你抢了我的小黑蛇，现在的千亿总裁就是我了。再次睁眼，看着妹妹正嫌弃地把玩着手里的小土狗兽环，我明白自己这是重生了。我低头看去，明明上一世是我和妹妹滴血认主后，兽环上的雕像才变成真正的小动物，可现在还没滴血呢，小黑蛇竟然自己钻了出来，吐着信子在我旁边环绕，对上他那阴森森的眼神，我顿时感觉后背发凉。妹妹不像上辈子那么宝贝小狗环，反而撇着嘴嫌弃道：“哥，明明都没滴血认主，你的蛇怎么活了？我要和你换。”听到这话，小黑蛇的三角眼顿时一亮，它甚至通人性的往妹妹那边爬。上辈子滴完血这俩小东西才出来的。看着小黑蛇嘴角那诡异的笑，我懂了，不光我重生了，这条蛇也重生了。眼见小黑蛇爬过来，妹妹把狗环往地上一扔，一把抢过小黑蛇，让它缠在自己的胳膊上。她一脸得意地冲我说：“你是哥，让着我是应该的吧？我看这蛇光溜溜的，跟我挺配，你就配那只土狗。”没等我接话，他火急火燎地把血滴在玉兽环上，紧接着他一愣，随即兴奋地拍手尖叫：“我的蛇竟然能抢夺别人财运给我！我要是专找那些千万富豪，那我这辈子就能过上千金大小姐的生活了。”妹妹把蛇死死搂在怀里，一脸防备地盯着我。我慢吞吞捡起地上的狗环，笑着说：“那哥就提前祝你当上千金大小姐喽。”说完，我也懒得理他，直接给小土狗兽环滴了血。血滴上去那一刻，果然跟上一世我想的一模一样。这两个兽环的用法完全是两码事。小土狗是靠吃东西变金币，吃的越多吐的越多，但要是吃撑了转化不过来，它就会直接爆体而亡。看着活过来的小土狗萌萌的样子，我摸摸它头：“这辈子跟着哥好好过吧。”和妹妹分开后，我瞅了瞅自己这瘦得皮包骨头的胳膊，对着手里的小狗，我也挺不好意思。委屈你了啊，小狗狗，我实在快饿死了，麻烦赏个金币呗。小狗汪汪叫了两声，我把包里硬得发霉的饼子递到它嘴边，它一点不嫌弃，大嘴一张直接吞了下去，紧接着果然给我吐了一枚金灿灿的金币。我捏着金币直奔典当行，换了几万块现大洋。看着手里沉甸甸的现金，我忍不住回想起上一世小黑蛇抢别人财运给我。我觉得这事儿缺德，并没有和他同流合污。况且让小黑蛇抢钱代价也不小，必须让他吸取自身的气血。上辈子我不让他抢钱，他自然也没法吸我的气血。所以小黑蛇重生后主动脱离了兽环，因为只有妹妹知道了他的厉害，他才不至于跟着我受穷。上一世我没用玉手环，全凭自己本事拼成了千亿总裁，每天废寝忘食管公司，导致胃病严重，冰凉和辣味的东西都不能吃。现在好了，拿着小土狗换的钱，我买了堆冰淇淋，还有上辈子馋坏了的美食。吃饱喝足，我没急着按上辈子的路子去赚钱，先买了张机票环游世界，好好享受生活，弥补我上一世的缺憾。上辈子的记忆还在，哪怕不用玉手环，这辈子照样能东山再起。虽说我不逼小狗吃东西，但这贪吃鬼还是吐了不少金币。靠着这些金币，我也攒了几百万身家了。反观妹妹，她靠着小黑蛇到处抢财运，已经混成了投资公司的高管，只要被她看中的股票都像是坐火箭一样疯涨。妹妹一下子成了投资界的股神，我在新闻里看她的脸色，即便粉底液抹得再厚，也遮不住那股疲惫劲儿。很明显，小黑蛇的副作用开始显现。妹妹一点不藏着掖着，分享股票投资常识，号称带大家共同富裕。网上好些专家看不下去，大肆指责她，说她就是瞎猫碰死耗子，带人炒股早晚得赔个底调，到时候看妹妹怎么收场。妹妹压根不在乎，反倒变本加厉地开直播。我会赔光，你知道我赚了多少吗？跟我买的人赚了多少？等我富可敌国了，看你们还敢不敢叫唤。专家们气得脸红脖子粗，而我靠着上辈子的经验，用小土狗给的本钱也慢慢进了股市。不过这次目标变了，不想再当什么千亿总裁，那样活得太累没意思。更何况上辈子我真成了总裁后，死了好久的爸妈突然找上门，富豪爸妈死而复生，这戏码让网友们羡慕坏了。有钱又有亲人，网友们纷纷羡慕至极。可没人知道，见面第一件事，他们就要夺走我的全部家产，还让小黑蛇吸我的财运。那段日子，要不是我命硬拼命扛，恐怕早就被那对亲爹亲妈啃得骨头渣都不剩了。我在股市一下场，妹妹自然就盯上我了。她天天满世界旅游，根本不管大盘咋样，随手一指，那边就是个大牛股。看着我把100万分散投了好几家，她立马打电话来嘲讽：“你也想跟着我赚钱啊？看你那穷酸样，小土狗不给力吧？
赶紧扔了吧，不如来看我直播跟着投。我懒得理，笑着恭维2句挂了。在我的操作下，资产已经到了1000万级别。我现在的眼光和水平比上一世已然提高了一大截，钱够花了。小土狗的伙食自然不同往日，鲍鱼海鲜随便吃，通通安排上。而且我也不准小土狗给我吐金币了。我摸着他脑袋说：“钱够用了，别吐金币了，想吃啥吃啥，哥不差钱。”说到这儿，我倒是突然想起，妹妹有一句话没有说错，小土狗忠诚，就算我不让吐，她还是偷偷往保险柜里塞满了金币。日子一天天过，妹妹的人气越来越高，都被捧成了神。借此契机，她成立了自己的公司，一夜之间真成了1000亿总裁。我正窝在家里盯着大盘看走向，妹妹突然回了家，身上琳琅满目的珠宝饰品，差点闪瞎我的眼。她拍了一下我头，得意地说：“哥，猜猜谁给我打电话了？”我没搭理，抱着小狗死盯着电脑屏幕。见我不理人，她也不气，自顾自地说：“是爸妈。”听到这2个字，我浑身瞬间冰凉，手里的小狗差点没摔地上。我强装镇定：“胡说什么呢？爸妈早没了。”妹妹一脸鄙夷：“玉兽环都能有，爸妈复活怎么就不行？”我装作思考了一下，突然惊讶大喊：“说不定真复活了！他们在哪儿？快带我去！”她嫌弃地推开我，并拿纸巾擦了擦手。你去干嘛？爸妈说了只认我，谁让我比你强呢？爸妈说咱们是影视家族，只有我这样优秀的才配回家，你这种根本不配认祖归宗。我立马装出一副失望透顶的样子，捂着脸，肩膀剧烈颤抖，发出痛苦的呜咽声。妹妹在一旁接着嘲笑：“这可不赖我，谁让你是个废柴呢？”我没有说话，只是一个劲地哭着。等妹妹走后，我立马抬起头，眼角没有一丝泪水，眼神一片冰冷。要知道上辈子那对爸妈找上我的时候，不光逼我转财产，还要用蛇吸我的财运和气血。我要是不愿意，就把我扔进万蛇窟，任由1000万条蛇撕咬，那种钻心的疼，到现在我想起来都哆嗦。什么尹氏家族，全是骗人的鬼话，他们就是故意把环留在家里，不管我和妹妹哪一个发财，他们都会找上门来将之夺走。想着妹妹这一世会遭遇和我一样的待遇，我的心中没有丝毫怜悯。毕竟上辈子她狠心害我后，也没见半点后悔。正当我抱着小狗琢磨股市的时候，怀里的小土狗突然汪汪叫了起来。我突然听到嘶嘶的吐信声，这声音像噩梦一样，让我瞬间回想起上辈子在万蛇窟里受的折磨，浑身猛地一僵，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，顺着声音看去，果然是小黑蛇，它吐着信子死盯着我。我知道你也重生了，这辈子咱俩井水不犯河水，你还来找我干嘛？小黑蛇甚至没理我，高高扬起尾巴，脑袋昂得老高，嘴里嘶嘶个不停，那眼神恶毒的让人心里发寒。我懂了，他是记恨我上辈子没给他气血吸，一股怒火直冲脑门。我指着他大号：“别给脸不要脸！上一世我能把你灌回玉兽环，这辈子照样能！”怀里的小土狗也嗖地跳下地，冲着小黑蛇呲牙咧嘴，凶得很。就在这时，我的小黑蛇呢？怎么不见了？看见我和蛇正对峙呢，妹妹张嘴就骂：“白慕言，你个混蛋！是不是看小黑蛇给我带财运眼红了？想害死他是吧？你心思怎么这么毒？”他一出声，小黑蛇立马戏精上身，变得委屈巴巴的，直接朝妹妹爬了过去。我看着那反光的蛇鳞缠在她手臂上，恶心坏了。是你家蛇自己爬进我屋的，这种恶心的爬虫，求我碰我都不稀罕。小黑蛇那3角眼居然还蓄起了泪花，一个劲儿在妹妹下巴上蹭来蹭去，那叫一个可怜。妹妹心疼坏了，摸了摸她的头：“乖哦，小黑蛇，别理他，他就是嫉妒咱俩财运好。这种小人，等咱富可敌国了，他想舔咱脚趾头都没门儿。”这话我听都懒得听，只是看着他那越来越瘦的身板，心里冷笑。等你撑到那天再说吧。最近妹妹直播间里也有不少股民都发现了，主播怎么瘦脱相了？注意身体啊！结果妹妹气急败坏：“我这叫不敢美，懂不懂？我看你就是嫉妒我有钱身材又好，赶紧滚！你不配跟我投！”我心里门儿清，他那哪是瘦啊，明显是被小黑蛇吸完了气血。不过这跟我没关系了，被他这么一闹，我也没心思盯盘了，干脆上网开始搜关于爸妈的消息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这话说的一点没错。只要有人能提供爸妈的线索，100万转账，立马到账，砸钱的效果立竿见影。很快，7拼8凑的线索，再加上我前世的记忆，当年的真相全拼出来了。原来爸妈压根儿没死，这对所谓的考古学家其实是在古墓里偷了这对玉兽环，为了私吞这对环，他们才搞了场假死。而且他们发现这玩意儿虽然能生财，但对身体损害极大，所以上一世看我成了亿万总裁，他们才跑出来摘桃子。这辈子妹妹抢先发了财，他们自然就把目标换成了妹妹，编了个什么尹氏家族的鬼话，把我那个蠢妹妹忽悠得团团转。看着这些资料，我额头上的冷汗大颗大颗往下掉。上一世哪怕我都说要把财产全给他们，甚至把小黑蛇也交出去，他们都没放过我，用小黑蛇吸走我最后的气血。蚊子再小也是肉。这一世
虽说我没靠小土狗发横财，但那对恶鬼爹妈肯定也不会放过我。御兽环的秘密，他们绝不允许外泄。我摸着小土狗的头，目光坚定，看来得做好跟他们斗到底的准备了。不出所料，爸妈那套鬼话把妹妹骗得死死的，她甚至砸重金搞了个盛大的认亲会。前一天，她打电话给我，颐指气使。明天认亲会，很多人知道我有你这么个哥，你必须来给我撑场面。我刚想拒绝，转念一想，正好去探探这俩老鬼这辈子的路数，就答应了。妹妹还在那儿得寸进尺，让你来是大度，让你给我记住了。爸妈是来接我回家族享福的，你没资格，别在那儿碍眼，摆正自己的位置。我都被气笑了，那种吸血鬼家族白送我都不去。我笑着回怼：“你要这么说，那我还是不去算了，省得给你丢人。万一到时候爸妈不开眼，非要接我回去，不是打你脸吗？”电话那头一顿，紧接着传来妹妹歇斯底里的吼叫：“白慕言，你想得美！爸妈绝对不会接你回家的，你不配！”我是一句不想跟他多说了。行，我不配，我不去，总行了吧？正要挂电话呢，听筒里传来一阵重重的咳嗽声，这声音熟得让我头皮发麻。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：“小野啊，我是爸爸，就算不接你回家族，你也得来看看我和妈妈吧，不然外人该说我们势利眼，只认有钱闺女不认穷儿子了。”听着这虚伪又带着嘲讽的调调，我刚想骂回去，妹妹一把抢过话头：“这是命令，反正明天你必须到，我现在可是大红人，你不来那是给我招黑。”电话挂了，我也没真生气，这点嘴皮子功夫伤不到我。摸着小狗柔软的毛，我琢磨了一会儿，还是决定去。毕竟上一世死得太早，对这俩老鬼了解的太少。认亲会当天，现场那叫一个热闹，我也如约到了。爸妈一见我，笑得那叫一个灿烂，甚至还冲我挥手：“小野，好久不见啊！”看着这两张伪善的笑脸，上一世被折磨的惨状瞬间涌上心头。我下意识低下头，装作害怕的样子，声音故意压得沙哑：“你们真是我爸妈吗？”我拼命按着狂跳的心脏，尽量让语气听起来平静，又带着点激动，装作久别重逢却又不敢相认的样子跟他们寒暄。没想到我爸阴恻恻一笑，直接摊牌了：“小野，跟爸妈演戏有意思吗？你也是重生的吧？别装了。”这句话像惊雷一样，震得我差点没站稳。看着他们脸上那阴毒的笑，我后背冷汗瞬间湿透了衣服。原来不光我和蛇，连这俩恶魔也重生了。我强压着慌乱，一脸懵逼的装傻：“对，你们说啥呢？什么重生？我是真没见过你们啊！家里也没照片，我哪记得住啊？”爸妈对视一眼，都笑了。我妈掏出手机，指着屏幕上我的股票持仓：“你要不是重生的，这几只妖股你能抓这么准，还想狡辩？”我也愣了一下，手背在身后死死攥拳，指甲都掐出血了。但我还是硬着头皮说：“这都是我没日没夜研究出来的数据，我又不是神仙，我也亏了好几只呢，凭啥说我是重生的？”爸妈冷笑连连，指着我脚边的小土狗：“你以为你能重生靠谁？要不是上一世你把财产全部捐给福利院，我们会动用御兽环让你重来一次。”这下我是彻底懵了，原来我的重生居然是这两个家伙布的陷阱。我不可置信地瞪着他们，他们像看砧板上的肉一样看着我。知道为什么让小黑蛇也重生吗？只有这样他才有气血吸，你带着上辈子当总裁的记忆，财运肯定逆天。让你妹妹用蛇把你吸干，我和你爸就能成世界首富了。那一刻，我只觉得如坠冰窟，浑身发抖。我一直以为重生是老天开眼，没想到是从一个火坑跳进了另一个火坑。慌乱中，我碰倒了一只红酒杯，玻璃碎裂的声音顿时吸引来了妹妹。妹妹一看，二话不说，直接一巴掌扇到我的脸上。白慕言，你干嘛？不是说了今天跟你没关系吗？你故意摔杯子抢戏是吧？这一巴掌倒是把我给扇醒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抬起一脚就把他踹翻在地。这种眼里只有利益的爸妈，也就你当个宝，我才不稀罕。是嫉妒疯了吧？嫉妒爸妈不带你玩。说完，他爬起来抱住爸妈大腿：“哥哥不要也罢，反正我有钱，咱们回家族过好日子去。”爸妈也赶紧搂住这棵摇钱树，一家三口那叫一个温馨。看着这一幕，我真想吐，转身就走。没走两步，我又折回来了，抱起小土狗，对着他们三个。小土狗特给力，直接一泡尿滋了他们一身。大庭广众之下，这三个人被淋了个透心凉，脸都紫了，指着我破口大骂。我心里那叫一个痛快，上辈子的仇还没报，先收点利息也不错。认亲会闹得鸡飞狗跳的结束了，那一家三口也回了他们那个所谓的隐世家族。妹妹双手捧着小黑蛇头上的皇冠，献宝似的对我说：“哥，你看，这是爸妈特意留给我的，说这宝贝能让小黑蛇吸财运的能力翻倍。”看到那顶皇冠，我心脏猛地漏跳半拍。小黑蛇带着它，身上的鳞片黑得发亮，像淬了毒一样。上一世这要命的玩意儿，爸妈也送过我，我拼了命拒绝，他们还是硬给蛇带上了。从那以后，小黑蛇就像变了条蛇，眼神越来越像人，经常不听指挥乱吸财运，甚至趁我睡觉偷偷吸我的气血。妹妹还在那儿滔滔不绝地炫耀：“
这皇冠一看就是稀世珍宝，爸妈说了，只要我用它多吸点财运，等回了家族，族长的位置就是我的。对了哥，你知道咱家多牛吗？全球经济命脉都握在咱们手里。我根本没听他在吹什么牛，眼睛死死盯着那顶皇冠。见我不吭声，妹妹以为我眼红，赶紧捂住皇冠。警告你啊，白木爷，这是爸妈给我的，你要是敢抢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我回过神，冷冷瞥了他一眼。抢那破烂玩意儿干嘛？我也不想跟那对吸血鬼扯上关系，以后少拿垃圾在我面前晃，看着烦。从那天起，妹妹像疯了一样用小黑蛇吸人财运，身体一天比一天垮。直播间有粉丝好心提醒她注意身体，她张嘴就骂：我看你就是嫉妒我有钱身材又好，没见过世面的滚！你不配看我！看着妹妹那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，我心里也犯嘀咕，照这速度她还能活1个月吗？正琢磨着，妹妹突然抱着蛇转过头，那眼神阴毒的让我打了个寒战。我这时候才发现，她的眼睛竟然变成了诡异的三角眼，整个人瘦得跟骷髅架子似的，皮肤隐隐泛着黑气，涂多少粉底都遮不住那股死气。她的声音像2块生铁在摩擦，刺耳的很。白木爷，你是不是也嫉妒我身材好？我心里发毛，赶紧摇头。妹妹这才满意的转过头，对着镜头继续发疯。家人们谁懂啊？我哥看我在股市赚翻了，也偷偷跟风呢。不过嘛，我是凤凰，他是鸡，云泥之别了。弹幕里一片彩虹屁。桑桑可是金融天才，你哥给你提鞋都不配。但我眼尖在满屏吹捧里捕捉到一条扎心的。不对吧，主播，你这气色看着也太不正常了吧？反倒是你哥看着挺精神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赶紧找借口溜了。现在的妹妹就是个火药桶，精神状态极不稳定，万一哪句话不对付，再像上一世那样推我一下，我找谁说理去？当天晚上，我正睡得迷迷糊糊，小土狗也缩回兽环里休息了。突然一阵细微的嘶嘶声钻进耳朵，紧接着一股冰凉滑腻的触感爬上了我的额头，伸手一抓，手里滑溜溜的，根本攥不住，恐惧瞬间炸开。我拼尽全力怒吼：小土狗，救命啊！手腕上的兽环骤然发烫，一股暖流冲进眼睛，我猛地睁开眼，那条黑影已经不见了，只剩房门虚掩着，留下一条黑漆漆的缝隙。小土狗对着门外龇牙咧嘴，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咆哮。借着月光，我看见门外投进来一道细长的影子，正静静地站在那儿，手心里还残留着细微的鳞片刮痕，提醒我刚才差点就没命了。我把小土狗紧紧护在胸口，冷汗湿透了后背。我知道小黑蛇就在门外，它吸了那么多财运和气血，现在比我的小土狗强多了。它不动手，只是怕我狗急跳墙跟它同归于尽，它就吸不到我的好东西了。抱着小狗，我一整夜都没敢合眼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爸妈突然登门，看见我活蹦乱跳的样子，两人脸上闪过一丝错愕。我瞬间明白，昨晚小黑蛇的偷袭肯定是这俩老鬼通过皇冠操控的。我皮笑肉不笑地盯着他们，哟，二位这是来接宝贝闺女回家族享福的。爸妈刚要开口，妹妹像个疯婆子一样从屋里冲了出来，瘦骨嶙峋的身体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恶臭，直接扑到爸妈面前。爸妈是来找我的，白木爷，你少沾边，你走一边去。我撇撇嘴，多看一眼都嫌眼睛疼，转身回屋。关门前，我清楚地听见妹妹急切地问什么时候能走。爸妈敷衍道：乖女儿，再忍忍，还需要在这个家待一段时间，时机未到。关上门，我顺着门板滑坐在地上，大口喘气。时机未到，那是等我被吸干了才是时机吧？绝不能坐以待毙。看着手心里的小土狗，我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疯狂的念头：小狗啊，你有办法让我妹恢复上一世的记忆吗？本就是随口一问，没想到小狗居然开口说话了。主人当然可以，你对我这么好，这点小事包在我身上。我喜出望外，没时间废话，抓起外套直奔超市。我就像个搬运工，把货架上的肉干、火腿扫荡一空。看着小狗准备大快朵颐，我有点担心。慢点吃，上一世那只狗就是让妹妹撑死的，你可别步了后尘啊！这辈子你是为了帮我才吃这么多，要是撑坏了……小狗嘴里塞得满满当当，含糊不清的嘿嘿一笑。哦，放心吧，主人，这段时间你让我循序渐进的吃，还不比我吐金币？我的消化能力早就练出来了，这点东西洒水了。吃完最后一口火腿，小狗打了个饱嗝，虚弱的吐出一颗发着微光的记忆胶囊，给那蠢女人吃下去，她就能想起来了。说完，他脑袋一歪，钻回兽环补觉去了。我心疼的摸了摸兽环，道了声谢，趁着夜色掩护，我摸进了妹妹的房间。刚推开门，妹妹就像惊弓之鸟一样尖叫着坐起来。借着月光，我看见她那光秃秃的头顶。大伯爷，你来看笑话是吧？我没理她的歇斯底里，扫视了一圈。你的小黑蛇呢？妹妹声音嘶哑难听。我就知道你是来抢蛇的，别做梦了。确认蛇不在，我也懒得装了，直接坐到床边，看着他那充满怨毒的眼睛，我叹了口气，把重生的事全盘托出，重点揭露了爸妈和御兽环的真相。当然，关于他上一世推我坠楼，我只字未提。妹妹听完一脸冷笑：哼，为了抢我的蛇，你连这种故事都编得出来？白木爷，你当我是傻子吗？我也没指望能说服他，把记忆胶囊硬塞了进去。你给我吃了什么？他两眼一翻晕了过去，再睁眼时，那双三角眼里蓄满了泪水。我
真不是人啊！我上辈子怎么能害死你呢？欢迎回来。哥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但我依然能捕捉到她眼底一闪而过的阴冷，哪怕恢复了记忆，这女人也没真心悔过。她只是明白了一件事，没有我，她这辈子还得死在那对吸血鬼手里。我也没拆穿，配合她演了一出兄妹情深的戏码，哭够了。妹妹还没忘正事。哥，那咱们现在怎么收拾那对老家伙？我想了想，凑到她耳边低语了几句。妹妹眼睛一亮，立刻施法召唤小黑蛇。我则躲到门后，忍着恶心，把弄脏的床单裹在身上，又抹了不少呕吐物掩盖气味。很快，嘶嘶声逼近。小黑蛇刚游进屋，我眼疾手快，一把扯下她头上的皇冠。小黑蛇大惊失色，张口就要咬。妹妹眼疾手快，一道法诀打过去，直接把她强行收回了手环。我把皇冠扔进垃圾桶，冲妹妹一笑：明天给爸妈打电话，就说计划很成功，我已经油尽灯枯了。妹妹脸上浮现出一抹狠辣的笑。没问题。第二天，我佯装虚弱地躺在床上，妹妹欢天喜地地把爸妈迎进家门。爸妈摸着她的光头，一脸慈祥。桑桑真棒，没了他正好省心，把他扔去咱家万蛇窟，任谁也查不出蛛丝马迹，谁也查不出来。我躺在那儿一动不动，心里冷笑连连。当他们走到床前，掏出一个黑漆漆的葫芦状法宝，正准备念咒吸人时，妹妹突然抱起，手里寒光一闪，惨叫声中，万蛇窟法宝脱手掉落。妹妹刚要去捡，我已经一个鲤鱼打挺翻身下床，抢先一步把法宝抓在手里。妹妹伸出的手僵在半空，尴尬地笑了笑。哥，这害人的东西，我想帮你扔了来着。我笑了笑，没接话。地上的那两个人疼得满地打滚，嘴里还不干不净。臭丫头，你敢联合外人坑我们，你不得好！妹妹一脚踹在白三脸上，又把玉兽环狠狠砸在李斯头上。让我用命攻那破蛇，还编什么尹氏家族骗我？要不是我哥让我恢复记忆，我早晚死在你们手里！他越说越狠，在两人身上比划，倾泻着他的愤怒。屋里全是撕心裂肺的叫喊声。看着这修罗场一样的画面，我实在没胃口，直接站在他身后，打开了万蛇窟。一股黑风卷过，地上的爸妈瞬间被吸了进去，连带着妹妹也被这股吸力扯了起来。他在半空中死死抓住万蛇窟的边缘，惊恐的尖叫：哥，你干什么？我是你亲妹妹啊，我们是一伙的。我一根根掰开他的手指，语气温柔：我要是不这么做，下一个就是我。你心里是不是恨死我了？恨我这辈子抢了小土狗，害你遭这一罪。白木野，我诅咒你永世不得安宁！走好不送。随着最后一声惨叫消失，万蛇窟里只剩下密密麻麻的蛇尸声。我听得头皮发麻，直接关了法宝，连同那顶皇冠一起扔进了火炉里，顺手又加了几把旺炭，烧得干干净净才安心。这边地上的小黑蛇兽环还在剧烈颤抖，似乎有什么东西要冲出来。我直接放出小土狗，吃了它。小土狗嗷呜一口，直接把那兽环吞了下去。谁知这一吞坏事了，一阵金光闪过，地上的小土狗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个身高1.7米、腿长1.2米的绝世大美女，长得那叫一个倾国倾城，关键还会吐金币，妥妥的富可敌国，真白富美。看着美女捧着玫瑰，满眼爱意的向我求婚，我吓得捂脸就跑。使不得，生物隔离了解一下。她在后面穷追不舍，那大长腿一步顶我3步。白木爷，你站住！我对你的爱已经打破了世俗观念，你跑不掉的，我一定会让你爱上我。大街上路人纷纷回头，我只能在风中凌乱狂奔。这一世好像也不赖。